人够狡猾的。我先上，注意隐蔽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也不知道里边情况咋样了。收拾这3个家伙，结果还有什么悬念吗？我带出来的兵是绝对不会输的。班班长，你带出来的兵会输吗？看结果吧。看结果吧。别着急，到我了。哎！蒋小鱼，出来！别藏着了，你的尾巴都露出来了，出来！蒋小鱼，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开枪了啊！蒋小鱼，阿甘，投降吧。教你句话，啥话呀？兵怂怂一个，兵怂怂一个，将怂他怂一窝，将怂。哎，老于，将怂怂啥来着？怂一窝。哦，怂一窝呀。巴朗，到，带领队伍继续训练。就练 CQB。是。这群没用的东西，全体倒右，向右转。炮步走。蒋小鱼、张冲、鲁岩各有各的优点，都是难得的好材料，不能让他们在海训场就这么耽误下去。龙队，你可一定要给他们机会啊！你以为我闲着没事儿，把3个臭小子塞给你们世外高人啊？啊？你的意思啊，我和山子一开始就猜到了，就是没想到老柳会牺牲啊。至于他们3个，该打雷该下雨，
自然会有安排。龙队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转业了。教练，你为什么要转业？胡扯！谁说我要转业了？您别蒙我了，我亲耳听到你跟龙叔说的，到底为什么呀？对啊，我都30好几的人了，回家娶媳妇生孩子，你们总不能拦着我吧？我不信。您能愿意背个处分转业吗？自己的脸脏了，我自己想法子洗，用不着你们瞎操心。师傅，您要是转业了，我们3个人接下来的训练计划该怎么办呀？该咋办就咋办。教练，一，我们3个打心眼里舍不得你走；二，咱们海训场不能群龙无首。您这个领头的唐僧都走了，我们仨还取什么经啊？这还有小半年呢，你们啊，再选出个领头的不就得了吗？几个月，一晃就过去。老邓要是走了，咱们仨多半是废了。你们今天也看见了，那兽营那帮大牲口，你跟吃了火药似的，长进多快！要我说，趁早散伙，我收拾东西回东北。走，你现在就走。你走了，你这辈子就别想再见到乌云。咱们要想超过兽营的那帮大牲口，就得赶紧把老邓给留下来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刘小山，谁还劝得动我师傅？有了。把灯打开。你们3个坐吧。你们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？师傅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希望你能留下来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转业走吗？不是说要回去娶媳妇儿吗？那是骗你们的。我父亲走得早，家里就剩老妈一个人了，今年都快70了。教练，您要回家照顾老娘，我们不能拦。可是您得把真本事交给我们，咱们海训场的金字招牌不能砸在我们几个手里。好，只要你们敢玩命练，我就敢玩命教。以后再碰上兽营那帮小子，咱们见一个灭一个。好，2分钟了。3分钟到。鲁岩120次，张冲115次，蒋小鱼60次。我底子差，能做60个我已经很满意了。师傅，乌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周末休息，我过来看看你们。以后可能就来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从下周开始，我就要去兽营参加训练了。你要上哪儿啊？兽营。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个女兵能够完成兽营的训练，我不信。我就是第一个进入兽营的女兵。张冲，
里面跟乌龟一样，出来啊！啊，姑奶奶，别敲了，你过来一下，来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张冲不给你开门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不能跟他提寿营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心里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。我跟鲁岩是从寿营里跑出来的，他是被撵出来的，你明白了吧？张冲，你比个娘们还小气！等着，等我拿到火蓝匕首，我气死你！姑爸，人走了。他刚才说，等他拿到火蓝匕首，气死你。滚犊子！脾气这么暴。张冲同志，啊，我必须严肃地批评你。咋的了？今天乌云走，你不但没有送，还骂我滚犊子，还一下子啪把窗户关上，差点没砸住我鼻子。虽然你很没有礼貌，但是我不跟你一般计较，因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江小鱼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我做的还不够吗？哟，挺热闹啊！教练回来了，聊什么呢？我们没聊什么。刚接到电话，吕布叫我去谈转业的事，可能得离开海训场1天。明天你们自己安排一下训练科目，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休息和饮食。是。同志们啊，老邓要转业了，咱们拦不住，但是不能让他这么憋屈的走，起码得把他身上的处分拿掉。你这说的容易，咋拿呀？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，处分是吕布批的，你要拿掉，需要走一系列的身体和批复，光流程都得走上半年。你们信不信？咱有办法。嘿嘿。几个意思啊？那个，好些日子没见着您了，想您了，过来看看您。是，必须得来看看。少忽悠！你们几个臭小子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能不能不让我师傅转业？他是个好兵，好教练，我们仨需要他，咱们部队也需要这样的好兵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转业回家去种地了。瞎说！谁告诉你他回家种地了？张景光，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给他联系了海关缉私局了，脱了军装穿警服，待遇比现在还好。来了，教练，对不起，今天给您丢人了。谁说丢人了？能有你们这样的兵，我觉得我这个教练比谁都有面子。你们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战友，真的要谢谢你们。师傅，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，要不是你和柳教练，
我们3个人这身军装，恐怕早已脱下。客气的话，咱们都不说了。我相信，我和山子没有看错人。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。教练，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，要做，就做最好的侦察兵。不仅得做最好的，而且必须得做嗷嗷好的。走，训练去，5公里越野跑。是。全体都有，好去，立正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。吴教官，队伍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起，是。好心。加下。小心。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有一位新同志加入到我们兽营。女兵中队的吴云，以后就和你们一起训练了。女兵啊，女兵跟咱们一起训练，这不错。行了，闲话都说够了吧？在兽营。没有男兵女兵之分，在这里只有一种人，像野兽一样的军人。你们都好自为之。巴朗，到，人交给你了。是。开始训练。吴云，到，入队吧。是。全体都有，向右转。目标训练场10公里负重越野，组长们跑步走。停下！把枪还给我！你第一天来，先适应一下再说。我扛得住。你是女兵，跟他们不一样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我不需要照顾，我需要的是尊重。吴教官说了，兽营里没有男兵女兵之分。把枪还给我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这3个臭小子，行。这加菜了，加菜了！红烧肉。来，快吃吧，吃饱了呀，才有力气训练嘛。当女兵就是好啊，训练有人照顾，吃饭还有人伺候，谁说不是？哎，别光吃菜呀，来吃点肉，快！
班长，我申请到寿营来，是来接受这里最残酷的训练的。所以，不要因为咱们是老乡，就对我有特别的照顾。没有，你看，我是你班长，你是我的兵，那班长照顾兵是应该的呀，对不对？快，谢谢班长关心，我吃饱了。班长，这锅归我了啊！对，班长，走了，不吃了，回去，上来。去吃吧！别玩酒，那是敌人，让人扔我。来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流血流汗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成绩还不错啊。不过光这么练可不行，你们没有经历过大阵仗，没有大局意识，是难成大器的。做运动员也是这样，要想提高成绩，光靠训练是不行的，大赛的锻炼也尤其的重要。那咋办啊，教练？机会会有的。过段时间，全军会有几十支剑道部队到咱们海训场围训，到时候保证天天都有大阵仗。哎，那他们练跟咱有啥关系啊？小秃子，这就好比华山论剑呐，来的都是顶尖高手，到时候咱们仨偷师学艺，集各门派所长，为我所用，是这意思吧？嘿嘿，小子，算你聪明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你怎么老抢我的话呢？这样，罚你们3个再跑2个来回。臭鱼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来，走！预备，走！预备，走！预备，走！马克，起站！吴越，儿子。哇塞，这照顾的也太明显了吧？这样都能及格啊？你知道这说明吗？说明什么？这说明刻苦训练，他比不上有人照顾。对，八班长教的就是严啊，尤其是对女兵。哎呀，这女兵跟男兵的待遇啊，它就是不一样。哎，那个刚才跑得不错呀，不错。哎，可以，挺好的，哎，挺好，挺好。班长，我刚刚是不是没有及格？晚了8秒，不及格就是不及格，用不着你照顾。
这成绩不错了，真的，真挺好，挺不错的。我自己加练5000米。5月，全都不够优秀，再来！报告。来，有事快说，我着急去旅里听课呢。哦，这是吴瑜的训练成绩表，麻烦您签下字。这才几天呢，这么多？是。吴云的每一项训练都没有落下。这个小丫头，自打来了以后，咱全得围着她转，耽误事儿。早知道这样，就不让她来吃这个苦了。吴队长，吴云的训练特别的认真。你瞧你那嘴笨的，你替人说个好话都说不明白。哎呦，巴郎啊！行了，你们俩是老乡，以后能帮他的地方多帮帮他。别说这话是我说的，啊！是。在寿营没有男兵女兵之分，在这里只有一种人，像野兽一样的军人。不一样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吴越，何哥，这照顾的也太明显了吧？这样都能及格啊？刻苦训练，可比不上有人照顾。上前看，稍息，科目10公里负重越野，限时40分钟，向右转，跑步走。教官，下一个科目的训练时间已经到了。再等他一会儿。他拖累了全队。
要拿他做什么实验？这本来男女就有别嘛。向上面反映也没用，只能等他自己扛不住了。你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时间，不过这次就免了。你干什么？啊！既然规定超时要重来，为什么给我搞特殊？难道你让所有人都等你啊？你们练你们的，落下的项目我会自己补上的。我不会做同样瓶子的。真倔！一会儿我们2个人一组跳龙宫，下去之后都把眼皮子给我睁开了，瞅准了。水深15米，能够潜到10米的是合格，能够潜到15米抓把海鲨上来的是优秀。如果不合格的，就别给我吃饭，都明白吗？明白。乌云，到。出列。是。你负责记录，你不用下水。来报告。怎么了？今天的深潜我要下水。你要下水？对，我要下水。凭什么？我跟他们穿着同样一身衣服，流着同样一身血。他们可以做到的事儿，我一样不落，可以做得更好。我说得出做得到。草原上说大话的人是要遭狼的。排长，要不然让吴云试试。是出毛病谁负责？是出问题我自己负责。要是潜不到15米，抓不了一把沙子，任由你处置。他潜15米，那不是疯了吗？到什么程度？你们谁愿意跟乌云一组？你看看，没人愿意跟你一组。一群怂包！我来。要是潜不到15米，抓不到沙子，自己游回去。来，你记录。是。
能行吗？别待会儿出什么事儿。不会不会，有班长在呢，能出嘛事儿？对，有班长在呢，没事。我觉得乌云没有问题。出来了，哎，出来了！你抓的沙子呢？报告排长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自己游回去吧。开船！下面有潜艇。真的，排长，没骗你，我俩亲眼看见的，正在底下趴着呢。那潜艇编号是303。303。詹大鹏，通知龙队长，我们发现潜艇。是。潜水衣。是。巴朗，再陪我下去看看。是。龙队就在这儿。去，给我弄身潜水服，我下去溜达溜达。龙队，别下去了。怎么了？潜艇没了。没了。刚才我和排长又下去了一次，就奇怪了，那潜艇又不见了。这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，耍猴呢。我跟乌云刚开始下去的时候，303确实就在这下面，可是我跟排长再一下去，那潜艇就不见了。行，有你说那么玄乎吗？303玄乎的事儿多，来无影去无踪的，这不是一回了。我下去一趟，拿潜水服。林继刚，给我们穿装备。是。乌云，到。一起下水。是。队长，这303潜艇是怎么回事啊？给我们爆点猛料。别瞎问啊！哎，詹大鹏，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呢？啊，你这种问题，班长上哪儿知道去？哦，对不起啊。我告诉你们，303可不是咱们国家的，那是东南亚。大郎，你瞎白活什么呀？你再胡扯我回去把胶带把嘴粘上。你俩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穿。是。来。那天，龙百川大队长亲自带队在海下找了整整1个下午，一无所获。传说中失去动力的303潜艇像幽灵一般出现，又像幽灵一般消失了，这的确不合常理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起怀疑，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这样一艘潜艇。情况怎么样？没错，是303，我闻见它的味儿了。这潜艇能有什么味儿啊？血腥味儿。不急，总有一天我会抓上你。请进。忙着呢。Okay, that's all for now. See you later. OK. 公安部已经指定了专门的联络员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跟他去说。你不是一直想知道那天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你问吧，我说。不是说早就忘了吗？我巴不得失去记忆才好。3年了，就像过电影，闭上眼睛，每个画面就在脑子里闪，就像刀刻的似的，折磨人。3年前的那天，我
我和铁子在水下击毙了3个海盗。激战中，铁子的氧气管被打坏，我们俩只好共用1个氧气瓶。在黑匣子里，我们找到了另一块硬盘。正当我们打算回到水面的时候，海盗引爆了我们正上方的走私船。我和铁子都受了伤，而我伤得更重，失去了知觉。铁子把氧气嘴塞到了我的嘴里。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铁子正用力把我往水面上推。他伤得轻，却把生的机会留给了我。3年来，我一直没有说，是因为我欠铁子一条命。303潜艇黑匣子的另一块硬盘始终没有找到，我怎么对得起铁子？我巴不得忘掉才好，忘掉铁子那个笑和他最后的眼神儿。他最后冲我比划的那一下，你不是想忘掉，你是想自己扛着。这么些年了，你的臭脾气一点都没变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感冒了。这硬盘给你，数据我都复制了。什么时候能破译出来？如果找不到另一半，靠这个数据，永远无法破译。Thomas, you think it's more attractive than me? Thomas! Shut up! This is a magic key that will open the greatest treasure. With this, I will build my own fleet. I will have the power. I will be like a king. I will be the real king of Malacca! Los mira la la la, kamita ya. 还记得这儿吗？当然记得。真快，一眨眼，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其实啊，我一直有件事弄不明白。什么事啊？当初，你兵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转业？后来又出国了。真的想知道？嗯。那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。那些情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是帖子的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哼！不是，你再不是，别说，你再上面高一点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哦，哎，啊，你还记得
你给我最后一封信是怎么写的吗？啊？哪封？最后一封。最后一封啊！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地方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街巷，你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来到我的身旁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啊？啊？下一句不是那个？哎，下一句我给忘了啊！哎！我就知道你会忘，你就是我的命运。想到了很多吧？确实。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为什么转业又出国啊？早晚你会知道的。快点儿，快点儿，快点儿！你们是属蜗牛的，离地下游的都比你们快。现在是下午2点1刻，6点钟准时开饭。如果赶不上饭点儿，你们就喝西北风去吧。乌云，放弃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快点儿！吴越，怎么样？来，慢点。吴越，来，吴越，喝口热水，暖和暖和，快，快喝口热水，来，快点。喝口热水，暖和暖和。来，吴越。谢谢班长，我不需要照顾。班长，以后你别对我这样好，我不想让别人误会。误会又怎么了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拿你当草原上的妹妹看，他们不会误会的。来。可这不是咱草原，这是兽营。巴朗大哥，你教我游泳，我打心底感激你。可这是兽营，我到这儿来就是想证明男兵做到的事情，女兵一样可以做得到。所以我不想。我不会接受你的任何照顾。热脸贴个冷屁股，有意思吗？不是排长，我是看那一小姑娘，一天到晚跟咱们这些糙老爷们往死里练，怪可怜的。路是他自己选的，没人逼他进兽营。还有，
别忘了马尔斯。在近身格斗中，1秒钟就可能决定生死。对手的弱点就是你们的机会。下面我要找一个人出来做一下示范，你们谁愿意？谁愿意？报告，我愿意。吴云，到。出列。是。报告排长，你是准备用1只手跟我打吗？打你1只手足够了，来吧。报告排长，你要用2只手跟我打，你应该尊重对手。尊重是打出来的，来吧。吴云，不用你管。连1招都接不住，这也太面了。知道少营以前为嘛不招女兵了吗？这力量不行，速度也没有，这女的怎么练也不行啊。还来吗？排长，你怎么样？这样的兵我不能要啊！谁送来的，谁负责给带回去。根据我对吴云的了解，他应该不是故意伤人。袁队长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当时你硬把他塞进来，非要搞什么女兵训练强度测试，我就120个不同意。你现在又出了这种事儿，还研究什么呀？没什么好说的，赶紧让他走。乌云来寿营参加训练，这是旅长和政委批准的。如果你一定要开除乌云的话，是不是也应该走下程序？别拿旅长和政委吓唬我，出了事我扛着。我不走。吴云，别磨蹭了。武教官说了，就给你10分钟收拾好东西。我不走，我又不是故意提上排长的。你跟我们说这些也没用啊，这可是武教官亲口下的命令啊！是啊，这时间一到，你不走，我们也得压着你走啊！啊，吴云，副队长，没事儿，请你们先回去吧。我们原队正在跟旅部沟通这件事情。不是，哎，副队长，那，哎呀，不把武云送走，我们回去可就惨了啊！这起码得被扒层皮呀！
吴云，你先在这儿等我，我这就去找龙队。要不，咱先回去。回去你怎么交差呀？你们都想让我走，吴云，这是武教官下的命令。其实我们大家都觉得，你一个女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何必在这受营遭罪呢？是。再说了，让你走你就走呗，何必在这儿吃这份苦呢？是吧？就是，这跟我们有嘛关系呀？再说让你走这事儿你也赖不了别人，那向排是什么人呢？他你都敢提？我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管是不是故意的，那踢上战友总是你的不对吧？啊。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去哪儿啊？假如找向排道歉能让我留下来，我现在就去。省省吧你，人都踢了，你现在道歉晚不晚啊？啊！再说了，这让你走的命令是武教官亲自下的。那我去找武教官。哎，千万别！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，你还嫌他看见你不够生气啊？那我现在怎么办啊？那现在等着呀。你们副队长不是去找龙队想办法了吗？哪那么容易啊？我看这回武教官是铁了心让你走，这别说让你走了，给你个处分都是有可能的。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，反正我不走。排长，你那个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，这不还能练双杠吗？死不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跟吴云计较，那就是个小丫头，这性子一上来就不管不顾的。我没跟他计较。我听说上边因为这个事儿要开除吴云。排长，你看吴云也不是诚心的，要不然你跟武队长说说，这事就算了吧。啊，我跟武队长说说，那你那意思，我还给他请个功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？边儿去，别跟我这儿废话。排长，别废话。排长。排长，说。打新兵连起，你就是我班长。后来我提了班长，你又是代理排长。看来咱俩那么多年交情，我跟你没交情啊。没交情？你说咱俩没交情是吧？那我问问你，新兵连拉练，我腿摔伤了，是谁背着我跑了10来里地？我母亲动手术，家里钱不够，是谁偷偷给我家里寄了14000块钱？我再问问你，为了给我转士官，又是谁3番5次跑去跟肖队长求情？对，这些事儿我都干过，但我不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手底下带出好兵，有机会提干，明白吗？扯淡！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嘴上飞刀子，其实心里呢，心里比谁都软。别看大伙平时当着面骂你狠，骂你凶，其实私底下呢，哪个不说你好？行，别废话了。我最起码不像你，为了个小姑娘，连自己前途都不要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马尔斯备战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你到底想不想参加？你要是想参加，好好给我训练；不想参加，赶紧给我走人。排长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怕无影响我去马尔斯，影响我提干。我也知道，外边好多人都在议论这个事儿。今天就咱们2个人在这儿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没时间听你废话。进来。
哟，吴队好，我正打算上你房间去看看你，伤得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死不了。死是死不了，可是这很重要啊！来，坐。我坐不下，坐下更疼。哎呦，这个乌云呐，必须得严肃处理它。怎么处理？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对了，你是当事人呢，你说说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啊，给他个警告处分，通报批评，要不就让他复员。回大草原去，说说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不处理。不处理？对。继续留在你们排里。回头你小子给人穿小鞋。吴队，我是这种人吗？我是给人穿小鞋的人吗？行了，这事儿不是你说处理就处理，你说不处理就不处理，咱这儿有纪律。乌云是我的兵，没把他带好那是我的责任。那你处理我吧。你就是个贱骨头，你踢了你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你们要是觉得寿营不能有女兵，非让乌云走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别拿他踢我的事儿说事儿。行了，你的意思呢，我也听明白了。我们都知道乌云是个好苗子，可纪律就是纪律，懂吗？甭跟我这废话了，走吧。反正话我已经说到了，领导们好好考虑吧。吴队，你们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，求求您了。是啊，武刚人称武黑子啊，油盐不进，软硬不吃。就是旅长在这，他都敢当众掀桌子。龙队，乌云的事情只好拜托给您了。我试试。哎，薄荷味儿的。我可不是这玩意儿。哎，你要是来给乌云求情呢，你就出去吧。啊，把门给我带好。我还没问你呢。这乌云捅了那么大的篓子，你让他回去，你这处分也太温柔了吧？你啥意思啊？我啥意思？一个女兵竟然敢动手打排长，还是当众把排长给打伤了，什么行为啊？这要搁在以前，那不得上军事法庭啊？哎，干啥呀？我给旅里打电话，让他们来人把他带回去，开除军籍。你可歇着吧，没有那么严重。哎呀，你别拦着我！我告诉你武刚，你不要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事儿我管定了。你疯了你！哎呀，你够！那项羽是训练中受伤的，那丫头打疯眼了，那不是故意的。你跟这掺和什么呀你？这，疯了你啊！哦，误伤了。那你给人家处分干什么呀？你给我下套了？不是，我主要考虑的是啊，我主要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要是这么把吴云给打发了，人家女兵中队会怎么认为啊？人家会说你吴总教练害怕女兵把男兵给比下去，故意找茬。扯淡！我犯得着吗？是啊，我也这么认为啊。所以说，于公于私，你都应该让吴云留下来，让他自己坚持不住了，挺不住了，走掉，他们也不会说什么。对呀。你转着圈的往沟里带我，是不是？我提个醒，别让人家在背后戳你武教练的脊梁骨，说你心眼小，连个女兵都容不下。让一个小丫头整天跟着一群老爷们儿往死里练，我这于心不忍，你知道吗？说心里话，打一开始我就不赞同这个事儿。
哎呦，卜总教练也怜香惜玉了。哈，哦，闹了半天，你跟元志他们全是在演戏啊！别说风凉话啊！别说风凉话。他留下来行，先让他看仓库吧，别训练了。这不欺负人吗？乌云，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女兵队练去。算了，副队长，我想过了，这次的确是我不对，没有给我处分，已经很留情面了。我就留下来管理器械，打扫卫生。我不但要清洁兽营，也要清洁自己的心。为了取胜，不惜一切伤害战友。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卑鄙了？是不能伤害战友，可那个项羽他也配当你战友啊！他跟你比，本来就是以大欺小，以男欺女，这根本就不公平。这兽营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。副队长，你听过这样一句话吗？侦察兵穷。穷的只剩下战友，侦察兵傲，傲的只分生死，不分男女。我选择来到部队，选择来到这兽营，就要承受这个选择所带来的一切。伤成这样了，怪可怜的。哎，你们说他还能坚持多久啊？我看也就1个礼拜了。我看这丫头行。
兵邓九光最爱喊的是：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流汗流血不流泪。掉皮掉肉不掉队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尤其是即将转业之前，每当带着我们训练的时候，他总会大声地喊出这2句口号。久而久之，这也成了海训场上的最强音。哎，教练，饭做好了，过来吃吧。今天本厨师长做的是。哎，教练，那儿来了辆车。这经营区也太难了，层层把关。方总，请。您看，这里原来叫龙头湾，因为海岸线的形状酷似龙头而得名，典型的亚热带气候，四季宜人。大家前往这边看。站住！站住！这不是旅游景点，也不是海滨公园，这里是部队的海训场。你们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，说进来就进来了啊？你是邓九光先生吧？什么先生后生的？你们马上连车带人给我离开这儿。龙头村村委会没有通知你吗？他们应该给你打电话了呀。你们宿舍区所在的这块地，以后不会和海训场续约了。教练，怎么回事啊？原先这块地不是你们海训场的，是从龙头村村委会手里租过来以后扩建的。那么现在租期已经满了，他们决定将和我们鼎信集团合作，未来我们集团将斥巨资在这里开发高端旅游地产项目。按照我们和龙头村的协议，你们应该尽快把这块地腾出来。师傅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方董，咱们往海岸线走。来，咱们去海岸。是这样，好吧。那个教练啊，到底是啥情况啊？都半个月前的事儿了。龙头村委会那个主任给我打电话说，咱们土地到期的事儿。他是提过有个什么鼎信集团要租地开发，当时我以为他们也就是想多要点租金，故意找借口，所以这事儿压根儿我就没放在心上。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事儿。师傅，合同上关于租期到期以后是怎么约定的？原来说的是合同到期自动续约，没想到他们现在又变卦了。哎呀，咱们这个地方啊，面朝大海，背靠青山，这么肥的一块肉，不定多少张嘴盯着呢。我想啊，肯定是那个什么什么鼎信集团出的价更高，半路给咱们截了胡了。这不是要把海训场连过端吗？不行，我得找村委会的人说道说道。陆岩，你文化水平高，跟我一块儿去。小鱼，哎，张叔，你们俩留下。其实我文化水平也挺高的。待会儿到了村委会，你想好怎么跟他们说了吗？师傅，您放心吧，到时候我会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他们，把地继续租给我们海训场。陆岩啊，这回可就全靠你了。王董，您看，这里啊，将来是一座超5星级的度假酒店，那边呢就是专属海滩，到时候再建2排豪华水上别墅，最好在风格上能够和马尔代夫嘚瑟的。老一在这等着，我们的建筑设计，我去把他们车的劲儿给放。哎，兄弟，那都是下三滥的招，咱们是上流社会，是贵族。再说了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兄弟，哥哥我去啊！我向您保证，那帮大头兵啊，绝对想不到，未来这里将会是多么的奢华。大家好，我是海训场的副班长蒋小鱼。请问蒋班长有何指教啊？指教谈不上，
我是欣赏老板的眼光啊。这个地方啊，不止风景好，而且风水好，最重要的是它有来历啊。哦，这个地方还有历史典故吗？对啊，那个《神雕侠侣》看过吧？杨过知道吧？他和小龙女在绝情谷分手以后，就在这儿整整住了3年，最后才练成了黯然销魂掌。杨过是小说里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真的在这里住过？你想啊，这小说的作者是谁啊？作者是金庸金老先生，他是浙江海宁人。年轻的时候，他跟2个朋友到这儿来住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呀。你们回去再看看书，看看杨过那段是不是照这儿写的？大家看到那片林子没有？《神雕侠侣》的灵感就来源于那片林子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那片林子里有一棵神雕树，到现在300多年历史了。张班长，那棵神雕树现在还在吗？在。我领大家去看看。那麻烦蒋班长带带路。呀，太客气了。到了海训场都是一家人。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神雕树啊！来，跟我来。嘿，这能忽悠，也能办成事儿啊。你看，刘主任，咱们能开始了吗？说吧，我们都听着呢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海训场战士鲁岩。今天我和我教练来到这里，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地继续租给我们海训场。孙子兵法说得好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这句话要告诉大家，军队对一个国家、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。大家可以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钢铁般的军队、忠诚的军人，哪里来的国泰民安？哪里来的和平生活呢？海训场是我们海军陆战队重要的轮训基地，每年有40%的训练任务要在那里完成。我们鲁岩，你先停一下。你看，刘主任，咱们今天是座谈会，座谈会呢就是大家坐下来随便谈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说出来。好，那我也说说。小伙子，你在那巴拉巴拉的说了半天，我们听懂的呀没几句。你们海训场想继续租地也没问题，开发商给多少钱，你们1分钱也不能少。主任，做人做事不能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。你这么做的话，总有一天会为自己的短视而感到后悔。什么叫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？什么叫风景秀丽？景色宜人。小班长，小台阶，你说的那个神雕树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来，大家跟我来，就在前面啊。蒋班长，如果路程还远的话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那个大家请看，这棵，就是著名的神雕树。这就是那棵神雕树啊。这不是忽悠人的吗？这明明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樟树，和神雕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这棵树是普通了点，但是他的爷爷就是那棵著名的老神雕树。金庸先生就是看了老神雕树，才写下了《神雕侠侣》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当年那棵老神雕树有这么粗那个上面有一个大神雕，神雕的翅膀有3米多长，鸟窝有一个双人床那么大。那棵老神雕树呢？老神雕树几年前不幸去世了。那神雕呢？老神雕树去世之后，神雕伤心的远嫁他方了。你这不是坑人吗？咱们走吧。诸位，听我说，大家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别嫌辛苦啊！再往前走就是最美丽的彩虹海。大家见过彩虹，但是见过20多道彩虹同时出现在海面上吗？来，请跟我来，就2步。来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彩虹海。蒋班长，你说的那20多道彩虹在哪里啊？
那个太阳落山之前，要是赶上大暴雨，那兴许能看见。什么？要等下雨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风雨之后才会见彩虹嘛，孩子都知道。你哪见过大晴天出彩虹的？方总，咱们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大家稍等稍等，前面还有一个更美的地儿，叫仙女湖，我带大家去看看吧。不看了，走了。再见啊，有空常来玩。我让你们再来。快！教练，怎么样？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，我爱大海的惊涛骇浪，它能把我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。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，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。海底战士红旗响当，严阵以待，紧握钢枪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我爱这蓝色的海洋，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。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，英雄的战翼在展翅飞翔。穿云雾跨海浪，海军战士斗志昂扬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，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。其实我和你们想象的一样，年轻的心要在大海上翱翔。俘虏还不够，还得是当了叛徒的俘虏。我已经等不了了。用什么招都行，你快说哨在哪儿？303潜艇，就是在这3天或者4天当中，它就会出现。我刚刚发的消息，位于我们西南方向16海里处的地方，一艘远洋渔船遇到武装袭击。